1965年5月14日，一架轰六携带着一颗原子弹飞向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核航弹试验。中国核航弹试验获得成功，这说明中国从此有了可供实战用的核武器。但美国人仍然嘴硬，他们认为中国的飞机很落后，靠飞机来投原子弹，只怕是要把原子弹投到自己的国土上。学森同志，这次我们核航弹试验成功了，美国人说我们不能用于实战，那好吧，我们再搞出核导弹来，看看美国人还瞧不瞧我们。总理说的对，对付美国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事实说话。等咱们手里有了真家伙，他们那一套就不那么灵验了。两弹结合的论证方案已经通过，现在正在开始各种搭载发射试验，从时间上来看还是比较快的。搭载发射试验，这个做法很好吧？是的，总理，我们把两弹结合的一些关键部件搭载到东风2号上，通过发射来获取各种数据，考验其安全性。明天进行的发射试验有这方面的实验吗？有。搭载的是东风2号引爆控制系统。这个很关键的，以后引爆的是原子弹，这可非同小可啊！这也是两弹结合最让我们放心不下的地方。学森同志，两弹结合试验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成功，还有安全问题啊。导弹装上了原子弹，要飞行上千公里，这中间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比如掉下来了，掉在什么地方，原子弹会不会爆炸等等，都要进行严密测试，确保万无一失。小王，检查的怎么样？任总，插头接口处发现一根小白毛。啊，在什么位置？是24号插头第5接点，大约有5毫米长。这个小白毛虽然很细小，可要是造成通电接触不良，那麻烦可就大了。小王，这个部位的空间很小，操作起来很不容易。是啊，但是一定要把这颗白毛取出来。办法我都想过了，用镊子夹不行，用细铁丝又太粗。你呢，再试试。前部长，是警察。总理好，新民同志你好。前部长，东风2号最后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情况。什么情况？24号插头第5接点发现了一根白毛，可能会影响通电。总理，我去看一下。我也去。行。好。挑出来了，挑出来了。这个小东西啊，差点坏了我们的大事。哦，小同志啊，你用的是什么秘密武器啊？总理，这就是一根猪鬃啊。猪鬃？你怎么想到这个法子了？用镊子夹不行，用铁丝又太粗，所以我就想到猪鬃了，又细又韧劲儿。还是我们的战士聪明，不简单呐。小同志啊，今天啊，你立了大功，最重要的是你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我要把它带回北京，作为一丝不苟工作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大家。钱部长，您这才叫一丝不苟呢。去年秋天，中共在进行了第1次核爆之后，我就明确的、真诚的向你阐述了亚洲局势的严重性。而今，中共第2次试爆，这种严重性变得更加深了一层。中共对于核子武器的研制，如果以1个月制造1颗核弹来计算的话，那么这1年就是12颗。1年，
1年我们等不及，半年我们也等不及。自中共进行了第2次核爆之后，我军民的心理上都蒙上了空前的恐惧和担忧。这种趋势是不容被忽视的呀。8年以来，多次与总统阁下讨论重大问题，自信个人对总统之心中思想十分了解，而美国政府对总统之意见尤为尊重。台湾需要的是生存，生存，懂吗？如果美国政府还把我民国政府视为朋友的话，那就应该设身处地的为我们想一想，给台湾一条生路，以及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今天，总统阁下所发表的坦白而真诚的谈话，相信对美国决策者将有莫大之裨益。在未来1、2年之间，美国一定将以行动来证明对友邦之忠实，要让世人共见美国不是纸老虎。1、2年之后，恐怕是等不及了。确实，此时的蒋介石感觉到自己年事已高，真等不及了。就在他和克莱恩在阳明山密谈的同时，一支负责到大陆东南沿海侦察的特遣部队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整装待发。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制定了国光作战计划。在跟克莱恩密会后的第3天，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我已经年事已高，但我有决心在我的有生之年把你们带回大陆去。但是让蒋介石料想不到的是，发生在8月6号的这场海战，他的海军吃了大败仗，剑门号和张江号2艘军舰被击沉。无能，你们真是太无能了！我的心血，我的信念，全部都毁在你们的手上。真是天不由我，天不由我呀！父亲，事已至此，请您不必太过悲痛。我能不悲痛吗？可我不是绝望。中共现在加快搞原子武器，我们就必须要加快步伐，从战略上与他们竞争，与他们抗衡。按父亲的部署，现在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已经正式展开原子弹研制计划，具体的实施方案由筹备处主任唐军博中将负责。这件事情由你亲自去抓，人员不够，去找，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是，父亲。关于氢弹的计划，部里曾经提出过规划，说3到5年炸响氢弹。总理说过，氢弹3到5年爆炸太慢了，要快。毛主席也说过，原子弹我们要有，氢弹也要快。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啊。是啊，我们虽然爆炸了原子弹，但是氢弹和原子弹完全不同，还有很多路要走啊。是啊，这氢弹要比原子弹困难多了，而且原理也大相径庭。你们看，原子弹是原子核一连串裂变产生巨大的能量，所以叫核裂变。而氢弹呢，它是2个原子核聚合成1个原子核，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所以叫核聚变。太阳为什么这么亮这么热，就是因为核聚变的原理。还有，大家开会呢。局长，李局，来，坐。我正在跟大家讲原子弹、氢弹的原理呢。哦，正好，搞原子弹的时候我就是你的学生，现在咱们搞氢弹试验，我这个学生啊还得继续当啊，我坐着听。我打个通俗的比方，
这原子弹啊，是用中子做火柴去点燃核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呢，它是以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核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哦，那照你这么说，原子弹只是氢弹的一根火柴而已啊。现在的难度就在这里啊。总理说过，搞氢弹绝不是在搞原子弹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就可以了。对，所以在国外研究原子弹和氢弹都是两拨人。比如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是奥本海默，氢弹就是泰勒。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美、苏、英3国成功爆炸了氢弹，法国也在研制中。虽然美跟英啊跟法国的关系很好，但是他们2国啊把氢弹的原理还有结构方程式视为机密，他们都是国家保密的。哦，我也给大家讲个事儿。赫鲁晓夫有一次到美国搞演讲，他的口气非常的狂妄。一个美国记者就采访他说：“赫鲁晓夫先生，是你在演讲，还是你的核弹在演讲？是你在唱歌呢，还是你的氢弹、原子弹在唱歌？”赫鲁晓夫大言不惭地说：“是我的核按钮在陪我演讲，是我的氢弹、原子弹在陪我伴唱。”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讹诈威胁我们的。没错，我们就是在赫鲁晓夫的逼迫下自力更生搞出了原子弹。这回我们要搞氢弹，就更要自力更生了。我记得搞氢弹的美国科学家曾经说过，搞氢弹就像一个走在原始森林的孩子，既充满着危险，又和外界隔绝。就算我们有一个古代炼丹士的心，也难免会陷入到地狱和苦海里。现在我们面前虽然没有地狱和苦海，但是这种探索、奋斗的艰辛是一点也不会少的。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邓主任，这是在做战前动员啊！大家有信心没有？有。那好，我现在就部署一下氢弹研制的具体工作。第一步，我们要继续研究探索，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我们要完成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为了突破氢弹原理，我们理论部要有战略部署。我决定，我们来个分兵部署，多路探索。这个部署好啊，有战略眼光。这多走几条路，总比死掉在一棵树上强啊！李局长已经拍板了，老邓，你就拿主意吧。老于、老周、老黄，你们3个人每人各带一组，围绕氢弹的原理选择技术途径。有问题啊，大家一起讨论。好。在邓稼先的领导下，理论部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年轻人们各抒己见，谁说的有理，谁就是权威。正是在这种人人平等、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氢弹理论设计很快露出了曙光。氢弹的理论设计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条道来突破的，大家心里都很焦急啊。当年啊，搞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吗？光苏联专家留下的那个数据，你们还反复计算了9次，是10次。搞原子弹，苏联专家还提供了一些帮助，但现在不一样，我们搞氢弹，完全是要我们自己来搞，要摸出一条路的。我觉得现在难度更大了。我李觉虽然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奇迹一定会发生。我也相信。我觉得现在眼前是一片漆黑，或许有一天走着走着，前面就有条缝，露出一点光。有了这光呢，我们就能打开一道门。哎，老李，你来看。这个是一扇门，门打开以后啊，你进了门呢，里面啊就是一个新的天地了。你就算是打开这道门，可是你进去以后，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这弄不好会跌到死胡同里。我现在苦恼的就是这个问题啊。这摸黑走路，可能是走对了，但也可能走进死胡同，甚至是悬崖绝壁。
老于这几年在氢弹的预先研究上面下了不少功夫，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对这扇门呐？哎，看看你的筷子。还好你提醒我，要不然呢，我就一嘴沙子了。满脑子都是氢弹，走火入魔了你啊！哎，同志，50步笑100步，彼此彼此。老邓，老邓，好消息，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有门了！有门？有门了！哎，门在哪儿？快说！引起核聚变，用压缩热核材料的办法是可行的。真的？嗯。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于，你还有没有烟呐？我哪来的烟呢？哎呀，你的烟瘾太大了。哎呀，我是怕自己太激动了，先定定神儿。哎，你说。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咱们从规划材料上的技术入手，啊，你看是不是这个门？嗯，是个门。老于啊，你这么一来，我们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那接下来当然是抓紧时间上机运算，争取啊早日拿出数据来。可是这儿计算量太大了，咱们这儿条件不够，就是北京也没有符合这项工作的大型计算机啊。哎，对了。我听说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有一台 J501大型计算机，每秒能运算5万字。我跟他们联络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太好了，如果能用这台计算机，我相信很快能出结果来。老于啊，你带几个人马上去上海。我等你的好消息。好。1965年8月，于敏带着一帮年轻人在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进行紧张计算。但计算的结果并不理想，于敏没有退缩，百折不挠地继续进行下去。就在氢弹进入紧张的理论计算的时候，人造卫星也进入了方案论证。这年9月，国防科委和中科院召开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同志们，这次的论证会要把总体计划确定下来。还有一个卫星的名字要尽快的定下来。这颗卫星啊，在政治上啊影响很大，所以要从政治的影响面来考虑。我提议，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就叫东方红，可以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得见。好啊，这个名字取得好，这个名字取得好啊，这个好响亮。而且在天空上唱响东方红，有我们中国的特色啊，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好。何世华的提议得到会议的一致通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于是有了一个响亮而亲切的名字——东方红1号。在卫星总体设计方案中，还写进了特别条款，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东方红乐曲。同志们，中国将第一次拥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上天的卫星，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所以，让世界人民看得见中国的卫星，光看到天上新增加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颗卫星，意义很大呀！同志们要集思广益，全面论证，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10月20日，中科院再次召开了为期40多天的东方红卫星论证会，即著名的651会议，把人造卫星的目标明确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到。会议结束后，成立了卫星设计院，也就是651设计院，由赵九章任院长。学森，关于卫星的形状，同志们有很多的方案，有的说就做成天安门的形状，让世界一看
就知道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有创意。还有的提议啊，说做成五角星形状，涂上红色，让人一看就是红的，犹如一颗红星在天空闪耀。有意思，有意思。当然啊，他们都是年轻人嘛，对这个卫星的形状和功能不太了解。发挥想象力那是好的，但是不能违背科学。我们总体组呢也有3个方案。第一个呢是圆球形，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圆球形的。圆球形在轨道上运行的时候，受到的大气阻力比较均匀，而且有苏联的成功先例，风险比较小，成功的把握大。第二个呢就是圆柱体，我们觉得加工起来比较方便。第3个呢也是类似圆球形的多面体，我们可以在多面体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我觉得这个方案好。这个多面体有72个面，可以安装72面太阳能电池板。而且它的大气阻力也比较均匀。我们总体组的同志也比较倾向于这种方案。这次中央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58年，毛主席第一次谈到我国要造人造卫星的时候说过，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么大点的我们不抛，要抛我们就抛它个2万公斤的。钱部长，主席可真是大气魄呀！2万公斤，那可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周总理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强调，第一颗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应该比美苏的更先进。具体的要求是比他们的重量重，发射机功率要强大，寿命长，技术新。这对我们来说是要求太高了，技术上也太难了。法国抢在我们之前发射了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虽然重量仅42公斤，但他们已经坐上了人类航天的第3把交椅。现在日本人也在加紧研制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所以我们的形势很紧迫呀。钱部长，我们一定要赶在日本人之前，把我们的人造卫星发射上天，让东方红的乐曲响彻云霄。老赵，卫星的工作你要全面的抓起来。我这边呢，还有2弹的结合的试验，还有发射卫星的火箭研制，咱们的任务都很艰巨啊。钱部长，放心，我赵九章就是拼了性命，也要把这颗卫星搞出来。于敏和他的计算小组在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通过反复计算，终于找到了热核材料自制燃烧的关键所在。我们通过反复的计算，终于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所在。我确信，我们是牵住了氢弹设计的牛鼻子了。哎呀，牵住了这个牛鼻子，那我们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我们还通过了大量的数据模拟研究，发现了原子弹引爆氢弹的一些重要规律。应用这些规律进行氢弹理论设计，可以进一步氢弹的动作过程，保证热核材料的充分燃烧。后面的一些设想还需要进一步运算论证。主要是这个方向对不对，还得老兄你来定夺。我看可以，马上计算，早点把计划拿出来。好，有你坐镇指挥，咱们的胜算更大了。邓稼先、于敏采用3班倒的形式，日夜不停地计算，累了在计算机房歇一歇，困了就睡在计算机房的板凳上。哎呀，我听小胡他们说，原子弹设计理论那会儿，你给他们讲课，坐在椅子上都能睡着。他们这都跟你说呀？好了，老邓，你要注意身体，睡吧。老于啊，你也是在拼命，为了组织上的事业，就算拼点命，也是值得的。
睡吧睡吧啊，明天还有活呢，快睡吧。哎呀。还真是的，头一沾地就睡着了。唉，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低头思故乡。老于啊，你怎么还不睡啊？那么晚念什么唐诗啊？对不起啊，老邓，这是我多少年的老习惯了。每次睡不着，我就念唐诗，念着念着就睡着了。念唐诗还能催眠呢？是啊。好，那我念唐诗给你听，帮你入睡。这种事儿，你怎么帮啊？有什么我老邓不行的？躺下。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说老邓啊，你念这样的诗，叫我怎么睡呀？那换一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好。《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算了，不睡了。接着干，接着干。老岳，老岳，快起来！我们成功了啊！你看，我们成功了，我们的氢弹即将孕育出来，就像地平线下的太阳，即将喷薄而出啊！老岳，成功了啊！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啊！老岳，真的成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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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邓鱼方案啊！氢弹的关键问题终于让你们给攻下来了，速度之快，连我都没想到啊！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理论部的主要力量从转入到氢弹研制到拿出这个方案，只用了1年的时间。比当初我们拿出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的时间要快很多啊！这次老于可是立了大功了。老于啊，外国人都说你是国产专家1号，我看你这个1号啊是名副其实啊！没有出国留学是我毕生的遗憾，不过正因为有这个遗憾，我只能自己加倍努力，笨鸟先飞嘛。老于，你说这话太谦虚了吧？不过话又说回来啊，我们投入到氢弹理论研究上的时间还有精力，还真有点笨鸟先飞的意思啊。要是算上60年成立的氢核小组，到现在有整整5年了吧？那是三强同志高瞻远瞩啊！如果没有那时候对氢弹理论开展的先行一步的研究，现在突破也不会这么快。是这个5年的摸索是值得的。是啊，老于，这5年你也辛苦了。现在看来啊，我们的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它大大缩短了氢弹研制工作的时间。老邓啊，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方案还要集思广益，做进一步的论证，
进一步的完善。好，这个工作让我主持，把各部门的人都请过来，群策群力，争取在年底拿出一套可以实施的完整方案。1965年12月，二机部在新疆马兰河试验基地召开会议，对邓鱼方案进行论证。邓鱼方案经过多次论证大家都认为它是合理的、可行的。据此分析呢，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我们就可能研制出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聚变比较高的100万吨级的氢弹。我插一句，这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这个很关键。我们的第一颗氢弹一开始就要朝实战型的武器化的方向发展。郭永怀同志说得对，所以我建议我国的第一颗氢弹试爆采用空投的方式。空投？那可比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的塔爆方式要难多了，在技术上面临很多的重大问题。1952年，美国爆炸的第一颗氢弹是个装置，不是武器，总重量为65吨，有3层楼房那么高。这1953年苏联爆炸的第一颗氢弹呢，虽然是用飞机空投，但是其爆炸威力只相当于40万吨 TNT 当量，严格来说，还算不上是氢弹。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的理论设计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对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在总体布局结构上、弹体在空中的减速装置以及全弹体最大重量等等，都进行严格的计算和设计。还要克服材料等方面的技术难关。郭老，您是力学专家，你给大家谈一谈，氢弹从飞机上投下来，到底会遇上哪些问题？我们国家目前最大的轰炸机是从苏联买进来的图16型，我们的核航弹实验就是从图16上投下来的。但这种飞机的最大载荷小于10吨，所以我们的第一颗氢弹总体布局结构设计不能大于10吨。这方面我们在理论设计上再想想办法。对，还有，这氢弹从飞机上投下时，它必须有一个减速落下。这其一是因为氢弹要在空中爆炸，其二呢，氢弹减速落下能给轰炸机有一个脱离的时间，避免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和光辐射对它的伤害。其三，氢弹内的各种工作部件，它也需要一个充分的启动时间。永怀同志，氢弹从高空投下，它的加速度……对，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氢弹脱离弹舱之后，它整个弹体有一个很大的加速度，此加速度对弹体内的各种电子元件、器件、各种特殊部件、雷管炸药核裂变、核聚变材料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力。所以我们的氢弹的总体布局结构设计就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啊，我们的氢弹既要体积小、重量轻，但又要很结实，这个确实需要我们摸索。还有氢弹的弹体的材料和结构，我们也要一起考虑和解决呀。氢弹的总体结构布局，包括弹体的材料和结构，请永怀同志来负责主持这项工作。邓稼先、于敏、王老2套人马，先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无论如何，我们的时间表不能变。主席说过，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这个快字。是啊，对，是这。这次会议决定，在1966年底前先进行氢弹原理实验。至此，我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与此同时，两弹结合也在加快推进。两弹结合实验运载工具方面，我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利用改进东风2号中程导弹，把发动机推力从405千牛提升至455千牛，基本上可以满足运载核弹头的要求。我同意，这个办法好。原子弹方面呢？原子弹小型化已经取得成功，原来准备明年进行以鉴定东风2号装载原子弹核性能为目的的地下核试验，但是有很多专家提出，这样考验不了原子弹在实际飞行状态下的情况。希望采用把原子弹直接装在东风2号上进行全射程的核爆炸试验。有把握吗？我们也担心导弹不安全，万一中途爆炸，那可是不得了啊！这种实验危险性是很高的，稍有不慎，或者核弹头在发射场爆炸，或者中途掉下来，或者打偏了，都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要是真出了这样的事，可是要轰动全世界的。当初美国搞这种试验，都是把核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他有海上霸权，他在海上打靶，世界上没人干涉他。苏联进行这种试验都是在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他们风险性很小。是啊，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要打，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啊。西部地区虽然人口比较少，但核导弹要飞行将近1000公里，这个沿途啊，不可能没有人烟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搞几次两弹结合的冷试验，装上原子弹真弹头的热试验，怎么搞？是不是再仔细的研究一下？带有原子弹弹头的东风2号导弹进行全射程的核爆炸试验，必须要慎重考虑，不要轻易下决定。万一导弹出了问题，原子弹在本土爆炸，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样吧，我们向总理汇报一下，由他定夺。哦，主席也在啊。哦，列种学生李觉同志来了，来坐。主席好。我跟恩来正在讨论两弹结合的事情呢。你们2机部、7机部的2期风暴就刮来了。主席，总理，刚才学森同志和李觉同志汇报了两弹结合的论证方案，感觉困难不小，而且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两弹结合的全射程试验问题，确实需要反复讨论论证。试验成功与否，关系到试验场区百姓的生命安全，也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闪失啊！我的想法跟总理的一样，这个决心呢不太好下。进行这样的试验，我总是不放心，怕掉下来啊。是啊，5年前苏联发射了1枚洲际导弹，结果发生了故障。国防部副部长兼导弹部司令员聂吉林元帅和160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当场被烧死。这个惨剧是苏联领导人狂热地跟美国进行战略导弹竞赛，不顾实际条件所造成的。据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给聂吉林元帅下达任务时说：“当我赴美国谈判，我的脚踏上美利坚合众国土地时，你要给我放1枚导弹，吓唬吓唬美国人。”当时啊，聂吉林元帅在导弹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进行了违规操作。他带着科学家到发射台，准备给那个导弹进行全面检查的时候，悲剧发生了。燃起的大火把聂吉林元帅烧得尸骨无存，在现场只找到了烧焦了的半块肩章，
还有一把被融化了的钥匙。真是太惨了。苏联的导弹研制精英差不多毁于一旦了。所以啊，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惨剧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在我们的科学家身上重演。一切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啊！要100%的保证，100%指的是一切试验结果都没有问题。从今天起，要一心一意抓好这件事，不能三心二意。我同意恩来的意见，要100%的保证，但是也要有做出一些代价的准备，要能承受住这个代价。主席，这是给我们鼓劲儿啊！既要我们万无一失，又要我们放开胆子干。我同意恩来的意见，要100%的保证，但是也要有做出一些代价的准备，要能承受住这个代价。主席，这是给我们鼓劲儿啊！既要我们万无一失，又要我们放开胆子干。100%的保证和冒一些险，这并不矛盾。当年我们要不是主动撤离延安，冒点险在陕北跟胡宗南去转山沟，能打败蒋介石吗？主席说得好啊，这风险我们冒了，不但延安收回来了，我们还收获了一个新中国。所以啊，搞实验不要怕，只要把工作做细了，大胆地干下去，我相信会取得成功的。请主席放心，我们有这个决心。你们2机部、7机部研究一下，7机部保证不掉下来，2机部研究，万一掉下来了，保证不会发生核爆炸。我建议，你们2机部负责对核弹头进行撞击和发生燃烧等异常情况下的地面模拟试验，确保核弹头即使发生各种意外也不会爆炸。7机部负责对东风2号进行不装核弹头的飞行试验，要多飞几次，确保不掉下来，还有不射偏目标。实验一定要稳妥可靠，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请主席放心，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会认真的研究一下。为配合两弹结合实验，确保核弹头在任何异常情况下都不会爆炸，李觉土法上马，想到了这个特殊的试验方法。慢点，慢点。哎，老李，老李，等等，老李啊，王老，你怎么来了？老李，你这是干什么？咱们的原子弹不是怕震动吗？又怕冷又怕热的，简直像个娇小姐。我今天啊，就要这个娇小姐出去颠一颠、跑一跑，看看她到底娇不娇气。将来安装到导弹上，她呀会不会跟他们闹脾气？哎呀，老李呀，这实在太危险了。哎呀，王老，核弹头的小震动试验我们已经在震动台上做了，但我们没有大震动台。我想咱们就把这原子弹放在这汽车上干，让它去颠一颠，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经得住考验。老李啊，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办法我想过了，我觉得这种土办法既简单又有效。你就放心，我保证它在我这儿经受的考验比装在导弹上更为严酷。那要去，我跟你一块去。哎，王老，这可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啊！我也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老李啊，你是一局之长，又是2机部副部长，一军之帅啊！王老，你听我跟你说，我是当兵的出身，这上前线打仗那不是经常的事吗？王老，我跟你说啊，当年打小鬼子的时候，我不就是咱们军区兵工厂厂长？这每次生产出来的炸弹、手榴弹、炸药包，我都得亲自试验，
只有我试好了，才能拿出去给咱们的部队用啊！你放心吧，啊，这是我的老本行，没问题啊！你别说，要去一块去。哎，王老，你听我说，你们是国家的宝贝，杀了我李觉，我也不能让你去啊！那不行，你去我就去。王老，你放开我！王老，哎呀，你放开我，放开我！警官员到，你干什么？快保护好王老！是。李局，你太过分了！老李呀，老李，你回来呀，老李！小王，你们两个拽着我干什么？去保护你们首长。王老，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说你们听不懂我的话，去保护你们首长，拽着我干什么？哎呀，小王，出了这个隔离区，你就给我加速开，听见没有？是。好，再快点！快一点！想办法让他颠得再高些。李觉的这一举动称得上疯狂，随时都有可能出车祸。何况车上载着的还是一颗几万吨级的核弹头。一旦这枚核弹头经受不了考验，那就是一场核爆炸。是老李。老李，王老，放心吧，回来了，经受住考验了。老李，你真是疯了，车也跑疯了。疯人疯车，没办法，这都是被逼出来的。老李，好样的！同志们，这样拉出去，跑一跑，颠一颠，咱们心里不都有数了吗？对。同志们，我正式宣布，核弹头的震动试验胜利完成了。好，同志们，咱们这是第一次在咱们自己的国土上搞两弹结合试验，实在是不容易啊。周总理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和重视，毛主席也曾经说过，必要的时候要付出一切代价，并且要我们承受住这个代价。我们是具体负责的人，就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就算万一核弹头掉下来，也不能让它随便爆炸。我们要替毛主席顶起这副担子，坚决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此时，有关氢弹弹体结构问题的研究，在郭永怀的亲自主持下，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郭先生，以前我们氢弹的结构设计，主要是为了可靠，所以氢弹结构呢非常的笨重，体积和重量都非常大。现在已经确定了是采用飞机空投的方式，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啊！郭先生，你上次在会上说的话，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第一颗氢弹装在一列破火车上进行实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困难确实很大。郭先生，我相信你在力学研究上的造诣，一定可以有办法解决。小邓啊，不要叫我郭先生，叫我老郭吧。小邓啊，这个问题还真让你猜着了。真的，郭先生啊？不，老郭，坐。老郭，有门了。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的有点眉目了。哦，现在我们这么笨重的弹体，根本不适合实战要求。把它从轰炸机上投下来，风险也很大。我是学航空出身的，航空业界有这样一句名言：航空产品要为节省每一颗重量而奋斗。那怎么才能做到节省每一克重量呢？
现在我们的工作都集中在进行氢弹的原理性试验上。作为原理性的试验弹，现在这种金属的铸件结构是可以的，但是要达到实用化，我们就必须采用轻型的薄壳结构。有把握吗？这个原子弹啊，包括氢弹，它的弹体结构不能单独来考虑。把它从飞机上投下来的叫核航弹，跟导弹结合的叫核导弹。既然都是飞的，那我们就应该采用航空的结构嘛。哎呀，老郭，这些我都懂，你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啊？小邓啊，大家都说你这个娃娃头最沉得住气，有大将风度。今天怎么了？我这开场白还没说完，你就着急了啊？哎呀，老郭，你就别再讲我军了啊！弹体结构方面我是外行。当初啊，进行原子弹研究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能够保证它能够炸响。这氢弹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可现在我们呢，我们是要更上一层楼，达到实战要求。所以要请你这个大菩萨出马了。此话怎讲？那还是当初原子弹攻关的时候，部里调来王干昌同志、彭桓武同志，还有您老一起来参加攻关。我就说，哎呀，这3个大菩萨一出马，我们的原子弹就有希望了。好你个小邓啊，把我比成菩萨了。好，既然我是大菩萨，哎，那得有贡品的哟。贡品是没有，不过老郭，你要是拿出氢弹弹体薄壳设计的方案，我就请你吃饭。好，小邓啊，那你就准备好请我吃饭吧。啊！了不起啊，老郭，连图纸都出来了。来，我们再仔细研究研究，看看这个方案是不是切实可行啊？哎，我得先说一句啊，氢弹弹体的薄壳结构设计这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啊。哎呀，咱们要是有一张美国人的氢弹弹壳照片就好了。好个小邓啊，你还真会异想天开啊！啊，我跟你说啊，无独有偶，1966年1月17日，美国一架装载核武器的 B-52轰炸机在西班牙上空和一架加油机在加油时相撞，机上携带的4枚氢弹坠落。不可思议啊！老郭，小邓，你乐什么呢？进来。小邓啊，你的异想天开就要变成现实了，这天方夜谭倒是真的，你说有意思吗？老郭，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来，你看吧，嗯。美国轰炸机坠落4枚氢弹啊，照片氢弹。好家伙，连氢弹的照片都登出来了。看清楚了没有啊？氢弹的弹体上有一个明显的凹痕呐。肯定是坠落的时候撞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啊？我明白了。根据凹痕来看，美国人的氢弹，说明美国人的氢弹弹体结构也是轻型的薄体的结构嘛，要不就不会出现这个凹痕了嘛。老郭，你的主张是正确的。你的主张是正确的，小邓啊，你曾经开玩笑地说，要是能找到一张美国氢弹弹壳的照片就好了。你看，这不是来了吗？
还是美国人自己送上来的。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老郭啊，这次美国人又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郭永怀的氢弹弹体轻型薄壳设计，使结构重量降低了20%以上，为核武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我国的历次核实验都采用了这种轻型结构。1966年2月，聂荣臻主持召开会议，邀请2级部、7级部、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的负责人参加，再次研究两弹结合试验方案。我们2机部对核弹头进行了振动、综合静力、噪音、底部压力、脉冲等各种试验。试验结果证明，在核弹头解除保险之前，即使发生了各种意外情况，也不会发生核爆炸。好啊，李觉同志曾经亲自驾着吉普车，载着核弹头在野外搞震动试验，真是个拼命三郎啊！聂总过奖了。实践证明，有些时候，有些土办法还是管用的。对。好，下面请学曾同志讲几句话。导弹的研制和改进工作目前进行的比较顺利。从导弹的可靠性和安全问题来讲，改进后的东风2号导弹装有自毁装置，如果导弹掉下来，可由地面发出信号，将其摧毁。是，这样会引爆原子弹吗？不会，原子弹有保险开关。如果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发生了坠毁，因为保险开关打不开，只会引起弹体自毁爆炸或落地撞击，不会引起原子弹核裂变。从安全角度分析，热实验也是可以进行的。我们讨论过多次，都主张先进行不装原子弹的飞行冷试验，作为装原子弹弹头的飞行热试验的练兵，等冷试验成功了，再进行飞行热试验。好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统一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点担忧啊。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后，在我国本土上进行热试验，大家说说，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哎，大家畅所欲言吧。我看90%的把握还是有的。我赞同，应该有这个把握。90%？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们搞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谁也不敢打100%的保票。主席说过，我们要有胆气。只要有90%的把握，这个决心呢，我们就下了。总理啊，我们是来向你汇报一下核导弹飞经区域的安全保障问题。学森呐，你能保证我们的导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吗？我们保证导弹不会掉下来。我们保证核弹头即便是掉下来，也不在地面爆炸。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啊！这2天，总理和聂老总讲的最多的就是万无一失了。总理，您看，这是核导弹飞行的弹道轨迹，这是所经过的地区。弹道所经地区基本上是无人区域，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散的居民。总理，您看，这里有个城镇，就是这里吗？甘肃的柳园镇，我说的就是这个城镇。有多少居民？大概有5万吧。5万，这可是个大问题啊！你能计算出来，万一失败，导弹落到这个柳园镇的概率是多少？我已经计算过了，大概是10万分之6。
10/6，也就是不到1/1，应该是安全的。不行啊，哪怕不到1/1，我们也要把安全因素考虑进去啊。5万居民的生命财产，万万马虎不得啊。那总理的意思是，在正式试验前安排疏散。荣臻同志，你负责牵头安排落实，一定要把居民全部疏散到安全区域。两弹结合试验以后再搬回来。好，我马上去落实。总理啊，您真是心细如发呀。2月下旬，聂荣臻将国防科委的研究结果报告中央专委。3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5次会议。做好这些居民的疏散工作。今天的会议，我们主要讨论关于国防科委两弹结合试验的报告。聂老总先讲。为了确保导弹飞行时弹道下面的居民绝对安全，总理一再强调，一定要执行严格、安全的措施。具体的安排落实在2机部，还有国防科委。我们2机部没问题，我们国防科委也没问题。国防科委在实施试验发射前，还要组织进行多次的飞行冷试验，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飞行热试验。还有，总参和国防科委要切实做好紧急疏散居民和参试人员的准备工作。我再强调一遍，甘肃的柳源镇一定要做好居民的疏散工作，不能漏掉一个人。一切准备工作要在8月底以前完成。2机部、7机部互派工作组，要把工作落实到院场。聂总全面负责检查落实情况。同志们，我们是在自己的大陆上搞啊，这在世界上也是个创举啊，标志着我国两弹事业发展的新阶段。一定要确保质量，要做到绝对可靠、绝对安全。出了乱子就是犯罪呀。所以呢，要把各种因素都要考虑进去，要万无一失啊。6月30日，周恩来结束对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因担忧文革的爆发将影响到国防事业，他特意来到导弹基地视察。这是他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基地。此后，面对10年动乱，周恩来殚精竭虑，心力交瘁，再也不可能深入基地了。总理好。你好，总理。大家听说总理要来啊，都高兴坏了。下面欢迎总理讲话。同志们，我第一次来这里是去年的6月1日，到今天1年多了。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来了5次。大家都说啊，总理跟我们最亲了。大家辛苦了，毛主席工作很忙，来不了这里。今天我来看看大家。毛主席非常关心这里的建设和实验任务，你们的事业是非常光荣的。为人民服务。总理，这位是基地后勤部部长张志勇同志。啊，总理，张志勇同志，你是红西路军的？是，总理，我是红西路军的。红西路军的同志们吃苦了，这样一支主力红军受到损失，
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总理，当年我们红西路军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浴血奋战啊，牺牲了多少将士！我每次经过河西走廊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些惨烈的战斗啊。同志们，你们战斗在戈壁滩，掌握了我军的尖端武器，一定要搞好。这里靠近河西走廊，是红西路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掌握了尖端武器，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军就无敌于天下，红西路军的鲜血就不会白流啊！我先祝贺你们，也预祝你们的两弹结合发射试验马到成功。是，保证完成任务。聂总，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很乱，国防科委系统的几所学校已经……怎么了？说嘛！已经出现了许多批判您的大字报，国防科委机关也有。说什么内容啊？有人说要撤销国防科委，彻底清算您的问题。如果从个人考虑，我身体不好，国防科委撤销了，我正好可以休息。但是国防科研工作关系重大，我不能甩手不管呐。聂总，您是一片苦心，可现在学生他们根本就不管您这套。国防工业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但他们现在分成了派别，我们不能讲这个派是左派，那个派是右派，要多做团结工作。有问题呀，要文斗，不要武斗。聂总，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搞原子弹、氢弹、导弹的机构也乱了。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国防的稳固。特别是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的质量，导致试验失败。那是对国家、对历史的犯罪。我这个意思，你跟2机部、7机部的负责人都去打个招呼吧。是，聂总，我马上就去安排。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和聂荣臻的精心组织下，两弹结合实验排除文革初期的干扰，得以继续进行。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哭什么？你们应该笑，应该又唱歌又跳舞啊！司令员，导弹爆炸了，我们怎么笑得出来啊？就是啊，笑得出来啊！同志们，这不是失败，我们今天进行的就是导弹自毁试验，它成功了！成功了！10月13日和16日，在钱学森、李觉的主持下，又进行了2次核导弹飞行的冷试验，都获得了成功。10月20日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两弹结合试验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对核导弹深为关切的叶剑英特意赶来出席会议。这次两弹结合的试验，安全问题是一个关键。美国是在海上搞的，苏联是在西伯利亚搞的，法国还没有搞，我们在自己的大陆上搞，事关重大，不能出乱子。热实验弹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100%的保证没有问题才行，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到。如果这次核试验搞成功，将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国5关斩6将，热实验是最后一关，
你们一定要检查得更细，坚决杜绝疏忽大意。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次核试验在我国本土上进行，是要冒风险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把这次核试验搞成功。赫鲁晓夫说，我们20年搞不出原子弹来，结果呢，我们只用了4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搞出来了嘛。后来外国人说我们虽然搞出原子弹来了，但没有运载工具，这是嘲笑我们有弹没枪啊。麦克拉马拉说，中国至少要10年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现在才多长时间呢？才2年多嘛。我们就要给他们搞一个看看，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这几天呢，巴黎正在召开一个西方国家的禁运会，美国还怀疑我们偷他们的核技术，所以他们要封锁我们。这次的两弹结合，我们就是要让他们彻底明白，我们中国人不比他们少一个脑袋。好，我再强调一下，万一核弹头在发射场爆炸，或者中途掉下来，或者偏离弹着区，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这次试验是空前的大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100%的完成。这次实验具体由张振环负责，李觉、钱学森参加。是。这是最大的一次考验，也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啊！谁去主持这次会惊心动魄的试验呢？总理啊，这次两弹结合的试验虽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我觉得这点风险值得冒。毛主席说，当年我们要不是放弃延安，冒点风险在陕北和胡宗南转山沟，我们能打败蒋介石吗？我们冒了这个险，不但收回了延安，我们还收回了一个新中国。所以这次实弹试验发射必须要进行，即使打破了一些瓶瓶罐罐，也在所不惜。我这次就是要学主席，到第一线去，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你身体不好，能行吗？一点小感冒，虽然没有好透，但是没问题。好啊，如果身体没问题，我同意聂帅去现场主持，由老帅亲自坐镇，定能鼓舞三军士气，为之一搏啊！胜利在望啊！同志们，精神的原子弹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原子弹，物质的原子弹将证明精神原子弹的威力。是。主席啊，10月24日夜，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前往钓鱼台，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这次试验的准备工作。聂总啊，费了不少的心呐！这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啊！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啊？哈哈，事实胜于雄辩。主席，根据实验的准备情况和天气情况，实验部队提出了就在这几天择机发射的方案。我们已经一起开会研究过了，认为这个方案是可行的。我同意，时机成熟就不要犹豫。就像我们当年打3大战役那样，
来他个天翻地覆，凯尔康啊！荣臻同志，还是你去现场主持发射吗？是啊，主席，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坐飞机去。有你这个常胜将军，我放心。主席啊，您这是对我的鼓励呀。当然了，任何实验都有风险，不然就不称其为实验了。荣臻同志，要有思想准备，准备打败仗。赢得起，也要输得起。主席啊，我想起来了，当年在长征路上，为了抢渡大渡河，主席向我交代任务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要准备抢渡失败。最后，我们胜利了。要学景阳冈的武松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于冒风险，敢于胜利。主席啊，半夜3更的，怎么睡下又起来了？我没事，你去睡吧。恩来，怎么了？是不是又有大事啊？你别问了，这件事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啊！小超，我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哦，没有。你喝点水，饿了柜子里有饼干。小超，你去睡吧。好吧，那你也别太晚了，早点睡。喂，是张振环同志吧？啊，总理。张振环同志，导弹飞行所经地区的百姓，是不是已经开始全部疏散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啊。总理，已经全部开始疏散了，不会有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柳园镇，有5万居民，疏散起来不是1天2天的事啊。你会同总参的同志再全面检查一下，不能漏掉1个人。检查完后，向我汇报。是，请总理放心，绝对不漏掉1个人。还是38度。喂，荣臻同志，我是恩来啊。是总理啊。荣臻同志，你的身体怎么样？
总理啊，一点小病，没事。能不能去发射场？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去。好，好，好，这就好啊。路上保重，我预祝你们成功啊！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核导弹所飞经区域的居民被全部疏散，转移到安全地带。10月25日，病中的聂荣臻带着氧气袋赶赴东风导弹发射基地，和钱学森、李觉、张振环、李福泽等人一起全面检查各项工作。学森同志啊，核导弹飞行中，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安全自毁系统能不能保证不出问题？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多次模拟试验，前些日子还真刀真枪地炸了一颗，证明是可靠的。现在这枚导弹上的安全装置也做了全面检测，各项参数都符合要求。两弹飞行经过地区的安全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这项工作总理一再过问，昨天晚上还打来电话，我都查实了。国防科委会同总参、总后、兰州军区、铁道部、公安部一起组织指挥，弹道下面的数万居民已进行了临时疏散，并做好了安全救护的准备工作。导弹试验基地和弹着区马兰核试验基地的安全防护工作也已经落实了。好，这下总理应该放心了。聂总，根据气象走势，我看把正式发射定在后天，也就是27号。既然发射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到位，发射场、弹着区和场外的一切工作可以按程序进行了。是，聂总。聂总，根据气象走势，我看把正式发射定在后天，也就是27号。既然发射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到位，发射场、弹着区和场外的一切工作可以按程序进行了。是，聂总。聂总，同志们希望您过去跟他们讲几句话。好啊，请。同志们，我来基地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和我谈了话。主席、总理都非常关注这次试验。我们前几次的冷试验是很成功的，这次真刀真枪、刺刀见红的热试验，一定要更加谨慎，组织要更加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要绝对的准确，一定不能出现差错。我现在再重申一遍总理的指示：认真严肃，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认真严肃，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认真严肃，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就在核导弹准备发射的前一天下午，天气突然变化，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李福泽亲自带队，将导弹和原子弹分别从7号、6号阵地转移到50号发射场，准备进行两弹对接。司令员，请上车吧，这里有危险，我来指挥。乱弹琴，给我回去！司令员，这里太危险了，赶快上车吧。去，司令员，赶紧回去，这是命令。是，快！这边，别掉队，由于能见度只有10几米，车
车队只能顺着路边的电线杆缓慢行进，50公里的路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飞沙终于停息，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核弹头和导弹将在发射架上进行对接。聂总，这里太危险了，你先回去吧。对，聂总，等对接完成了，我们马上向您汇报。聂总，聂总，您还是回去吧。聂总，这里真的太危险了。你们不怕危险，上面的同志更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好怕的？聂总，您身体不好，来的时候还发烧呢。上飞机前，总理打来电话，问我发着烧，能不能去发射场。我说一点小病，怎么不能啊？所以呀，我是不会走的。聂总还是不放心，要亲自作证啊。我只是想跟大家在一起，你们什么时候完成对接，我就什么时候离开。哎，聂总，聂总，聂总，小同志，风大，注意安全，小心呐！没问题，聂总。聂总啊，你放心吧，他们呢都是技术过硬的技术员。是啊，你就放心吧。上面风太大了，要注意安全呐。接通了，接通了，接通了，接好了，恭喜你们！恭喜了！10月27日早晨8点，核导弹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但就在距离正式试验不到1个小时，意外又突然发生了。聂总，马兰基地报告，弹着区刮起了6到7级大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这股风会不会是核导弹偏离弹着点？聂总，这种情况是按时发射还是推迟发射？我向总理请示一下。荣臻同志吗？发射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天气突然变化？荣臻同志，你在现场指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明白。我这一生啊，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今天应该说是又算一次吧，而且是非常重大的一次。聂总，时间不多了，必须马上做出决定。马兰那边的天气情况变化怎么样？我马上去跟张云玉同志联系一下。这老天爷真不长眼，也不看时间，专门来捣乱。看来老天爷并不像有的圣人说的那样，从来不犯错误。现在他就犯了错误，不过我们还得谅解他。学森同志这样充满信心，你是不是觉得这股风对我们的核导弹发射不会产生影响？是，应该有这个把握。天气也会改变的，我想可能会朝好的方向变化。聂总，张云云同志报告说，根据气象观察，这股大风正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移出弹着区，天气正在好转。雪森同志，还真让你说准了。我想再问一遍，
按照这样的气象条件，按时发射，有没有把握？让我脑子里再过一遍。不要急，让雪森同志再想一想。怎么样？按时发射应该没问题。好啊，我们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好应急预案。郑焕同志，你马上通知张运玉同志，让他们做好转移准备。是。我们就这样定了，按计划发射。是。燃料加注已经结束，请聂总和大家一起离开现场。总理啊，一切正常，准备按时发射。好，要安全发射，准时发射。明白。毛主席现在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我从现在起就守在电话旁边。祝你们成功。同志们，毛主席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总理守在电话机旁，决战的时刻到了。地下控制室负责核导弹发射的操作，这里离发射架只有不到100米，是最危险的地方。坚守在这里的有高振亚、王世成等7位勇士。1小时准备。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报告司令员，都准备好了。这里离发射架不到100米，是最危险的地方。如果出现故障，后果非常严重。我们都知道，苏联发射导弹的时候就出过事故。国防部副部长兼导弹部队的司令聂杰林元帅和160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被当场烧死。是啊，这个惨剧的教训很深刻。据说聂杰林元帅尸骨无存，现场只找到了半块被烧焦的肩章，还有一把被融化的钥匙。我们不怕，我们坚守在地下控制室，就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的。对，司令员。我们都是写了请战书，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你们7位勇士不怕牺牲，了不起啊！苏联的悲剧不会在我们身上重演。对，你们有这样的决心很好，我来给你们助威。啊，司令员，你要留在这里？哪里最危险，我这司令当然要在哪里。司令员，你给我们壮胆助威。这份心意我们领了，可这里太挤了，一个人一个位置，你来了就挤不下了，赶紧撤吧。你们别管我，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司令员，这里太危险了，你赶紧走吧。不行，我今天就留在这儿了。哎，李福泽呢？会不会去地下控制室了？那里最危险。乱弹琴。喂，是李福泽吗？是，我是。我是聂荣臻，你是不是现在在地下控制室啊？对。那你马上给我回来，你的位置是在指挥中心。聂总，就让我跟7位勇士在一起吧，哪里最危险，我这个司令员就应该在哪里。李福泽同志，你要是再不回来，就要影响发射了。聂总，
我是基地司令员，我不能离开最危险的地方，不能离开战士们。李福泽同志，按照规定，地下控制室只能待7个人，不允许多出1个。不管这个人是谁，否则就要推迟发射。推迟发射，你是要负责任的。现在我命令你，马上回到指挥所。是。聂总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司令员，你赶紧走吧。沉着冷静，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是，司令员。拜托了，同志们。聂总，你这个李福泽呀，擅自行动，我要处分你。聂总，回头我再向您检讨。回到你的岗位上去。是。张正焕同志，马上给总理打电话，我们的核导弹可以发射了。明白。同志们，马上要进入发射了，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这是毛主席像章，这些毛主席像章是国防科委特意赠送给我们发射部队的。现在，我们把它给带上。立正！同志们，我们是一支光荣的部队，我们要发扬我们的首任司令员孙继先将军当年抢渡大渡河的英勇气概，为发射核导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发射核导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发射核导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分钟准备。10、9、8、7、6、5、4、3、2、1，点火！点火！升空顺利，飞行顺利。好啊，飞吧，飞向罗布泊。报告，程序转弯。好。报告，跟踪良好。好。报告，飞行正常。好。聂总。聂总，各观察站报告，核导弹跟踪良好，飞行正常。雪森同志啊，核导弹飞到罗布泊弹着区需要多少时间？9分钟。9分钟。这个9分钟实在太漫长了，仿佛长过1个世纪。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唯有心跳伴随着秒针的走动声。作为两弹结合试验的最高负责人，为确保核导弹试验万无一失，周恩来承受了巨大压力。报告，雷达发现目标。再说一遍，雷达发现目标。
总，我是张玉玉。罗布泊发现目标。对，罗布泊发现目标。密切注意，随时报告。是。核导弹经过9分14秒的飞行，飞行距离894公里，精确命中目标，在离地面569米的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总理啊，我们成功了！你听听同志们的欢呼声吧，欢呼吧，欢呼！哎呀，太好了！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周恩来亲自命名为第2炮兵。同志们，在自己的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获得了100%的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创举。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导弹发射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我们只用了2年，比美国快6倍，比苏联快3倍。这次试验是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是在过去导弹和核弹头分别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更高级别的试验，是带有战斗实用性质的试验。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我们全体参试人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刘森同志，李觉同志，二机部、旗机部二七风暴嘛，你们也讲讲。好，我先讲。同志们，外国人说我们是有弹没枪，我看现在这个历史结束了，我们现在是既有弹，也有了枪。李觉同志，你也讲2句。聂总，你和学僧同志讲了就行了。哎，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讲。同志们，万里长征第1步，我们继续努力吧。196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以通蓝套红大标题刊登新华社新闻公报，宣布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有意思的是，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用介绍钱学森的经历报道了这件大事。文章说，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实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可恶！父亲，中共现在是越干越欢了，爆炸了原子弹，又搞成功了核导弹。他们现在是有弹又有枪啊！接下去他们还会搞氢弹，苏联人有的，他们都会有。我看现在美国和苏联都阻止不了中共的步伐，可悲呀！金儿，最近我一直在反思，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身上是靠不住的。这样下去，
台湾的地位会越来越受到威胁。当务之急是阻止中共研制出氢弹来。既然美国人不敢出手，那我们自己干，派人潜入大陆。我也早有此意，人员你物色好了吗？啊，这件事情我已经命叶祥之具体来负责。报告。他来了。总统。叶祥之，你现在该有些作为啊。是，这是我草拟的行动计划，请总统过目。父亲，您看，这是叶祥之草拟的行动计划。我们派出的人，直接把目标对准中共的氢弹研制部门，不以获取情报为目的，而是实施各种破坏，阻止中共的氢弹炸响。好，是该行动了，就按这份计划执行。局座，请赐教。局座，好，好身手啊！请局座赐教。局座，你这是为什么？有一项绝密任务要你去执行，但是必须要废你一条腿。10月31日，聂荣臻亲自飞往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他乘坐直升机专程查看核导弹弹着区情况，检查核武器试验效应。弹着区的地面已经被烧成了玻璃体啊！首长，这次核爆炸命中的目标很精确呀。是啊，我们的导弹能这样准确，核弹头和引爆控制系统设计的这样可靠，很不容易呀。这说明我们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啊，是啊，了不起呀！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稍息。是。稍息。同志们，我们爆炸的是物质原子弹，它产生的巨大的威力，却来自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这个伟大的力量正在引起强大的连锁反应。它强烈的震动着全世界。同志们，我来介绍一下西方世界的反应。他们说，中国成功发射导弹核武器是特等重要的事件，它使得美苏两国发抖。万万没有想到，中国闪电般的进步让人不可思议，好像是亚洲上空的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但就在庆贺胜利的同时，文革带来的破坏越来越大。科研机构包括尖端的国防科研部门都出现了两派争斗，许多著名科学家受到批判，有的还被靠边站。
赵九章是最先受到冲击的科学家之一。哎呦，老赵，来，快请坐。来，喝茶。那你们慢慢聊吧。怎么了，老赵？是不是病了？脸色这么难看。我靠边站了。靠边站？钱部长，他们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还说我的家庭历史背景复杂，还有其他的。你先别着急，事情会搞清楚的。我不是替自己的处境着急呀，我是为了卫星着急呀。钱部长，我们的卫星才刚刚起步啊，这么一搞，又乱了。这些天，造反派让我反省，我反省来反省去，这脑子里头全是卫星，跟他们说的也都是卫星的事儿。我脑子里确实只有卫星的事儿啊。这些情况，我会向聂总汇报的。但卫星的研制工作绝不能停下来。除了卫星总体部分的研制，包括怎么播放《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都能听见，还有卫星的测控，这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可现在，研究机构都乱了。科学院负责卫星测控筹建工作的701工程处基本瘫痪，这些工作没法落实，我真怕卫星上不了天呐。聂总目前还在西北，必要的话，我飞过去向他汇报，先把测控系统筹建起来。这我就放心了。老赵，保重身体啊。此时，聂荣臻也在为卫星研制担忧。他顾不上休息，视察完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后，又乘飞机返回青海的导弹试验基地，会同专程赶来的钱学森、张振环，专门落实卫星研制工作。聂总，聂总，您怎么刚走又回来了？是啊，是不是对我们的导弹试验基地不放心呢？我这次专程回来，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和你们商量。哦，我说的要紧事，就是人造卫星。这个科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察站台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基地管。科学院的701工程处现在已无法正常运转，也要交给你们。你们现在就可以先做些准备工作。聂总，这个嘛，怎么，有困难吗？在老首长面前，我实话实说，这项工作难度太大了。科学院的701工程处又属于地方单位，任务协调、人员管理比较复杂，让我们基地来接管是很困难的。李司令员，你们不接，问题就严重了。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着搞文化大革命，北京没法安安静静的搞。照目前这个样子，卫星的事儿，恐怕1年半载都难以走上正轨呀。你们看，学森同志都着急了。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吃后吐嘛，先接过来，慢慢的消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政委，你的意见呢？啊，我听聂总安排。好，我们先接过来试试。现在，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的人造卫星发射试验一定要如期实施。如果现在再不抓卫星观察站台的基础建设，那我们就赶不上了。是，
坐下。聂荣臻采取断然措施，排除文革干扰，使卫星观察站台的建设得以在动乱中起步。后来，在秦岭深处设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成功测控了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并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测控基地。来，喝。老弟啊，让您受苦了。我这里啊，向你谢罪了。别！局座让我受点皮肉之苦，那是把为党国立功的机会给了我，我感激还来不及呢。你虽然失去了一条腿，可是共党怎么会想到你身上的秘密呢？你值得呀。那是，太对了。共党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发现不了我断腿里藏的发报机呀。这次的行动啊，是蒋总统特批的，所以说呢，这一切可就都靠你喽。那什么时候出发？马上。这么说，局座今天是为我送行来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来，我这拜托了，干！局座放心，我会让共党的氢弹变成一个哑弹。是啊，这一次啊，十分机密，只有蒋总统和蒋公子才能知道，别人一概不知啊。所以啊，咱俩以后就单线用电台联系。再次请局座放心，我腿上的这台发报机将会在大陆建立奇功。潜入大陆之后呢，咱们用新的代号来进行联系。什么代号？共党氢弹爆炸的时候，不是有蘑菇云吗？对，你呀，就叫蘑菇吧。蘑菇？蘑菇云。好，蘑菇向局座敬礼。哎，局座，您说是不是有我这颗蘑菇在，共党的氢弹就变不了蘑菇云了？来，为蘑菇马到成功，干杯！为蘑菇。好，同志，来喝碗茶吧。好。给我看看那报纸。就那个。好嘞。来，谢谢。你好，这里有人吗？哦，请坐。同志，谢谢啊。同志，谢谢啊。好，给。好。多少钱啊？好，来了。小偷！小偷！这哪来的小偷啊？
跑不了了你。你放开我！我认了。没想到姑奶奶栽在你这个瘸子手里。栽在我手里你不冤枉。说吧，你叫什么名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给。这金戒指，你给我的？只要你跟我合作，一只戒指算什么？还真是纯金的。可以换你的名字了吧？我叫蝴蝶，道上的人都这么叫我。蝴蝶。来。哎，谢谢啊。今天能认识蝴蝶同志很荣幸。来，我们交个朋友。啊，我师傅说，我们这种人不能随便交朋友，知道吗？你师傅？你师傅是谁啊？我师傅？我告诉你吧，我师傅是大名鼎鼎的锁王。天底下没有一把锁打不开的，知道吗？哦，难怪你的开锁技术这么高超，名师出高徒啊！那是。哦，难怪你送我金戒指，又请我吃饭，你想让我教你开锁是吧？不，你想错了。我是要你跟我合作，以你的身手，我们可以做成许多大事。什么事儿？你先别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虽然有文革的干扰，但氢弹的研制仍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在核试验基地，一座100米铁塔拔地而起，这里即将按照邓稼先、于敏设计的理论方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